表下一个火药桶要被引爆了吗？你来看看这一段画面，在伊朗连日都是不断的冲突、放火、血腥镇压，死亡人数超过500人。为什么这一次伊朗的示威特别的失控？你去想象，买盒鸡蛋、优格你得分期付款，买一只2手的 iPhone 你得花上半年的薪水，满地都是贫穷的亿万富翁，人民不跟你拼吗？那为什么官方镇压特别的血腥？伊朗政府时间不够了，川普准备趁你病要你命，开战危机倒数了吗？伊朗这一次发生全国性的示威啊，到目前为止已经迈入了第15天，而且现在发现到伊朗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示威者来说啊，是采用高压的血腥方式啊来进行镇压。你可以看得到，现在已经变成是子弹催泪瓦斯啊，还有呢所有的东西啊，按照这个当地的民众讲法说，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东西呢，伊朗的这个政府啊，全部都用军警的方式全部发射。他说现在这是一场噩梦，而且他们这个画面。直接在街头高举的这些都是伊朗官方的武警部队，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民，居然用这样子打敌人的方式、街头巷战的方式，这样子一个一个在杀，已经快要600条人命了呀！而且你现在看得出来啊，他们手上几乎拿的都是所谓的散弹枪啊，要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造成最大面积的这个伤亡。而且呢，面对他今天政府这种高度的这个血腥这个镇压的情况，现在发现看起来伊朗人民啊，好像是存心跟他政府对抗了哦。根据这个所谓 X 啊，他们所流出的这个画面啊，发现在这个德黑兰地方啊，有一对男女，其实哦，说真的，有6个这个所谓全副武装的巴基斯坦成员啊，他们呢其实就一起站在这个地方，而且你看哦，他其实面对这些成员的时候完全不怕，你看他整个双手啊、双臂打开，这个男生呢感觉这样就好吧，你们要干嘛？你冲着我来好了，完全没有在怕。我无法想象，你刚刚说他们持的是霰弹枪，那个打下去是一个身体会变蜂窝的。一步一步就走进他们的枪管呢，而且你刚刚提到说，现在最少造成600人死亡，到目前为止最新的数据很有可能已经超过2000人死亡了。因为现在流露出来这个医院的画面，发现到在德黑兰的这个医院的急诊室里面，已经人满为患，甚至有许多这个医护人员表示说啊，他们今天这个送上万进来之后，我根本来不及做 CPR。你的马赛克画面后面都已经是大体了啊。是，而且呢，他们就发现到说，这一次啊，这个所谓执法人员开枪啊。几乎都是面对头部来开枪，所以呢，他们发现到有些的这个患者是眼睛中弹，甚至脑部呢也被这个所谓的铅弹穿过去，甚至还有一个患者啊被送过来的时候，他的腿部中弹，但是居然有40多颗的铅弹啊卡在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腿的部分，所以呢，现在也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在伊朗德黑兰的这个所谓的医院的急诊室里面人太多，甚至连停尸间都大爆满啊，所以流出来画面里面有看到就是遗体啊，因为你这个没有办法短时间消耗掉这些，所以呢，他们基本上一具啊叠一具的这个叠着一具，甚至有些呢都离开太平间，放到所谓的祈祷室里面去了。而且更夸张的是，有死者的家属要去把这个遗体认领出来，甚至希望能够下葬的时候，当局甚至还要求这个死者家属必须要付22万台币左右，才会把这个遗体啊让你领走，可以这个下葬啊。给你看看这一张照片，应该会变成今年的年度照片了。其实你现在看到，根据这个社群媒体流出的一些照片啊，有一些这个伊朗女性啊，居然呢，把他们这个所谓的头巾拿下，甚至干嘛？你知道吗？他们啊去燃烧这个哈米尼的照片，去点燃香烟啊。事实上，你在这个画面上面看到的时候，会发现到啊，好像跟2022年所发生的头巾革命啊，非常非常的像。因为在伊朗这个地方啊，他们严格的要求女性啊必须要佩戴这个头巾。2022年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女孩子她没有佩戴，结果因此而死亡，造成全国性的这个大暴动。结果没有想到，你看哦，连在伊朗这个地方，你去焚烧哈米尼的照片都是一种犯罪行为。现在居然呢，有好几个这个所谓的伊朗女性啊，直接头巾拿掉之后，还让她的这个照片燃烧，去点香烟。我跟你讲，在伊朗这个地方，连女孩子抽烟啊，其实都会是一些的这个犯罪行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透过这个东西啊，直接告诉伊朗当局讲说，我们这一次要站出来，对你要反抗到底啊！所以哪壶不开，我就故意挑哪壶。老娘什么都豁出去了，这个也是女性的觉醒。我要回到30年前女性开放的那个年代，要推翻现在的哈米尼吗？来，我们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大疑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抗争，为什么这一次
特别的失控呢？现在看起来有很多这个所谓的中下阶层的人哦，甚至特别是经商的人哦，也都赞成出来，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表达抗议。因为呢，你看哦，伊朗传统市场啊，其实以前啊，他们这些商人都是这个伊斯兰革命的推手，但现在讲说呢，这一些所谓的商人啊，居然变成所谓的抗争的主力啊。因为其实哦，这个伊朗整个的经济条件恶化的非常这个严重，那导致这些商人呢，他们其实透过这个所谓经商的方式，没有办法求得一个温饱，所以经济形势的恶化呢，导致这些所谓的巴扎商人本来应该跟伊朗的这个革命政权啊保持紧密互动的关系，但是这种长期盟友的关系呢，现在也面临到了空前的考验。而最严重的其实就是因为通膨的问题啊。那其实像这个媒体有去访问到说啊，这个在台湾的这个伊朗人，结果没有想到就发现到说啊，他说呢，他那时候要回去伊朗的时候，他就带了200块美金啊，那200块美金折合台币差不多就6000多块钱而已嘛。他本来讲说我回去1个礼拜而已啊，哈，按照这个方式来算的时候，我应该可以1个礼拜生存。结果没有想到呢，他换回来的这个伊朗币啊，他说，怎么跟我预期差很多？我的钞票多到口袋装不下，手上还拿着一大叠这个钱。结果他就觉得说，天哪，我是变百万，我变成了超级大富翁吗？后来才发现到不是哦，为什么？在伊朗的超市里面啊，居然出现一个更奇怪的现象，你要买优格、买鸡蛋这些东西啊，居然可以干嘛？你知道，他还贴了告示跟你说，我们欢迎你分期付款。你以为他是告诉你讲说，没有啦，我跟你讲啊，你就多买嘛，多买我们方便你支付。结果发现不是，是因为这些物价真的是太贵了。贵到就是说你的钱没有办法去买优格跟鸡蛋，那他为了做生意，只好告诉你说，你可以用分期的方式来买这些所谓的日用品啊。这次的上街特别的失控，而官方的镇压为什么特别的血腥？连俊来告诉我们，美国真的会出手，趁你病要你命，在这个时候攻打伊朗吗？看起来很多迹象都认为说呢，美国其实已经开始了试图要做什么，你知道，对伊朗情势来进行这个研究。所以呢，川普就放话说呢，他已经准备好协助伊朗人啊，而且还说什么伊朗有打电话来啦，说想要跟我会面或干嘛。而且川普还讲说，为什么他打了？因为呢，他们累了啦，他们知道我们美国很有可能会有所行动。这其中有一些争议是很特别的哦，比如说呢，美国有个这个议员葛拉汉，他跟这个川普的关系也非常非常好。结果日前他在这个一个公开场合进行演说的时候，他突然把他演说时间缩短，甚至还提了一句，就是说，可能就在今晚。他说我没办法讲太多哦，但很有可能行动就在今天晚上。当时就被认为说，有可能在1月11号的时候，就是美国要去攻打这个所谓的伊朗的一个日子啊。代表川普出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且呢，其实，在国际上面也非常多人会去关注说，你美国政府的动态啊，你接下来有可能会做些什么事。其中有一个特别的是啊，在这个 Polymarket 的这个地方哦，居然有一个神秘客他下注啊。那其实这个账号他在之前的时候曾经压注说，这个美国其实会有一些军事行动，结果呢，真的被他那个预言成真哦。你说的就是那一次的午夜之锤，去重击他的弟弟何碉堡啊。结果他当时赚了钱之后，很多人就觉得天哪，你是不是有这个内线消息？不然谁知道美国要突然去搞这个？这次会不会再准一次？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账户啊，最近又多了一个新的这个赌注，他压什么？你知道？他说压月底之前啊，美国将会爆发与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会再准一次吗？所以他这个老实讲，日子还没到嘛但问题是他就在这个时间下注啊，你之前那么精准的预判出说这个所谓的美国要去攻击这个伊朗的部分，而且呢，事实上美国那时候也真的这样做了之后，接下来大家看川普有一些这个动作，有一些的研究，这会不会真的让大家认为说川普很有可能下一个实质动手的对象就是伊朗呢？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